大家来看看习近平他的欧洲行，现在来到了第2站，这是塞尔维亚啊。我们看到塞尔维亚在欧洲国家里面，应该是说跟中国关系相当密切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他的总统武契奇夫妻还去机场亲自迎接习近平。您看到的画面，他们在停机坪上面率领着可能他们的仪队以及一些小朋友挥舞着国旗来亲自迎接习近平以及他的夫人彭丽媛那您看到包括塞尔维亚总统夫妻很热情，以及塞尔维亚少年其实他们有一个少年团，他们也穿着传统的服装。那为什么这个国家对于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这么热情呢？那当然有过去历史上面的一些情节，以及包括在贸易上面、军事上面方方面面的结合。我们先来看看习近平他在抵达塞尔维亚之前，其实有在报纸上 local 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请人写了一篇文章那大概是讲说愿意让铁杆友谊讲说两国是铁杆友谊之光照亮中塞合作之路特别他还提到了25年前1/4世纪前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那件事情，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也死伤了一些人。那可以看到呢，包括整个中国大陆的人民以及中国的政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这也是25年前中国大陆的这个外交的一个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羞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可以忘记的一个事件。所以像是武契奇他这2天呢都接受中国大陆央视的访问，他也讲了很多话，我们来听听看。You know how many times I was asking President Xi to come to Serbia since 2016? I was asking him exactly in different forms, face-to-face,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letters. I was asking him to visit Serbia 15 times. I cannot explain to you how happy I am. It's about meeting a friend. It'll be 10 times bigger, we believe 10 times nicer, and something that he has never seen in his life. 所以你可以看到武契奇他这个期待习近平来访溢于言表，他也完全不加掩饰他就说他邀请了习近平15次，终于等到这一天，而习近平也以礼相待他到访前就送了大礼包。中国解除了塞尔维亚的禽流感风险警示，也就是说，未来塞尔维亚的这些家禽鸡鸭这些可以进口到中国大陆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作为这个两边你来我往。那两国包括法国，我们大家看他前一站不是到了法国吗？他其实对法国也送了一些礼仪可以看到呢，中国大陆彻底解除牛肉禁运。过去我们看到呢，法国它有很多农产品，包括家禽家畜、果蔬葡萄酒这一些它都彻底解除了禁运像是狂牛症，过去因为狂牛症的关系，其实是把它给禁止了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一次习近平访问欧洲有一些可能盟友想要得到的东西，特别是在贸易上面有达成目标。而另外我们看到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在这个欧洲它算是中东欧这样的一个国家，其实对欧盟来说，会对于这个国家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评价。包括你看到 DW， 这是德国之音德国之声他说跟俄国调情完再向大陆送秋波他其实在批评或者是说在担心塞尔维亚有可能会变成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特洛伊木马屠城记大家知道这个缘由他们认为这个塞尔维亚有中有俄而且塞尔维亚是大陆投资的重要目标，跟欧盟布鲁塞尔签订广泛的贸易协定。虽然现在塞尔维亚它不是欧盟的成员国，所以呢它不用受到很严格的限制，可是未来它可能会申请，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破口的确也有一些欧盟的国家有这样的担忧。那这一次习近平访问欧洲，去了法国现在在这个塞尔维亚，接下来还会去匈牙利。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就分析说，这是基于战略的价值考量有3个分析。他说，因为法国其实蛮独立自主的，他们有戴高乐主义，所以他不会一直 always follow 美国跟美国、英国有时候是不同调。那另外，塞尔维亚是中国的铁杆朋友，刚刚习近平自己也讲了。
第三，匈牙利是欧盟中最积极拥抱“一带一路”的国家。哦，这一次习近平据说也去看塞匈铁路哦，它有一条这个高铁。据说已经快要盖好了。那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评论就说呢，这个对俄国的立场还有贸易政策引发不满，所以习近平访欧迎战。批评哦，我们来看看内文是这样子的：习近平这一次的访问欧洲，是欧洲愿意对抗北京的测试。中国在乌俄战支持普京，中国贸易在政策则是让欧洲主要产业受到重挫哦。那中国长期利用资金在欧洲采分而集之的因应策略哦，所以各种的分析都来了。习近平此行还没有结束，不过全球大部分的国家也都在看。来请教帅将军，因为塞尔维亚跟北约还有过恩怨。当初南斯拉夫联盟啊，去打过塞尔维亚，所以塞尔维亚他要加入北约也没加，现在目前没加成，也没加到欧盟，所以塞尔维亚他当然希望有一个大国来支持他。现在给他支持的就是中国嘛，不管你的基础建设了、炼钢厂了、这个污水设备了，中国大陆给了他不少资源。那中国为什么要支持塞尔维亚？当然有两个。现在这次去的目的是说，我纪念当初这个美国用这个叫做穿地炸弹呢，那可以穿了好几层楼。中国大使馆是在地下室，那个时候地下室里面收藏了一部分残骸，欧洲做战场上那个隐形飞机的残骸，准备送回中国研究嘛。那美国怕这个机密外泄，就假装是误炸，其实就是针对这个大使馆。那这次习近平去的时候，当然又悼念这个25周年了。但是塞尔维亚是中国大陆将来对付欧洲国家埋下的一个棋子了，因为欧洲国家都跟着美国在反中嘛，至少这个意识形态啊，或者是这个认知作战里面在反中。那所以习近平这次去呢，就找了3个跷跷板嘛。第一个，法国，你不是想重回当年领导欧洲的雄风吗？跟德国合作，那也有可谈之处。顺便塞尔维亚完了，匈牙利这几个就是比较可能转移欧洲团结成一块嘛。我刚刚讲过，北约是掌握军事上的联盟，但是欧盟是一个经济联盟。欧盟的经济联盟里面当然很在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从法国下手，从德国下手，不管你把我看成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我们生意上还是可以做的。所以电动汽车这些东西都是大家谈的东西。那塞尔维亚跟这个另外3个小国家呢，那顺道就变成中国在大陆上安的棋子，要慢慢起作用。为什么起作用？要跟“一带一路”能够结合。所以你看这个趋势啊，德国是汽车大国，当然会对中国大陆的比亚迪会有竞争效果。但德国也很清楚，我走的是高级车子的路线，有品牌的 BMW 了、Benz 了，这些车子，我也要电动化嘛。这跟中国还是可以谈电池的问题嘛。那法国也是一样，法国。我想各位观众都记得，30年前你还可以看到什么这个标致汽车了、菲亚特了，这个什么现在都没了，现在都没了嘛。所以它也需要将来电动车的这个再能够复苏嘛。因为欧洲本来就是一个工业制造国了，如果现在工业大国是中国，你跟他竞争是稳死，你只有跟他合作。所以习近平这次访问也是针对。你美国在全世界围堵我，我也要在你围堵网里面寻求突破。是突破的手段不用军事，用经济的手段。所以用经济手段还是有效的了。人大家都要吃饭嘛，国家都要发展。所以这2次的互访，最关键的还有在后面。普丁马上要见面。对，你欧洲的大患是俄国。那我能够把俄国摆平呢？中国就变成世界真正的霸主，因为美国在戳俄乌战争不让停嘛，法国呢想蹭个机会，你是主导，我是次要功臣，我也在这边参加这个，跟习近平谈俄乌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就看普丁跟习近平能不能达成一些协议，是因为
乌克兰已经想谈和了，哦，已经有这个释出一部分，是，对不对？就是主权问题这一关很难过嘛，打不下去了啦。因为我现在看俄罗斯的进展，你再研究一下乌克兰跟俄国的历史啊，乌东本来就是俄国人占多嘛，所以他的内战的目标就是这里嘛。那这个条件如果说能够人车司机能够承认的话，那这个战争就结束了。那中国的世界霸主的地位也就超越美国了。是，来请教大中老师怎么看呢？这个习近平的欧洲行，我想这一次习近平去哈，当然大家都很关注。那挑选的3个国家啊，法国、匈牙利、塞尔维亚，应该都是经过精挑细选。是，好，这里面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层次啊，因为法国是传统的欧洲大国哈，通常像中国大陆这样的国家会很重视法国、德国，包括意大利，或是现在在欧盟之外的英国。那这几个国家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这几年都是错综复杂，就是很难一刀切是好或是坏。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德国啊，德国还是中国大陆很倚重在欧盟的一个力量，但是因为现在德国是受限于内部的政治，所以比较难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去很判准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另外的国家就是像意大利，那意大利也很特别哈，因为意大利就要跟中国大陆所签订的一带一路要说拜拜了啊，因为梅洛尼政府虽然不像他就任之前那么的强硬，但他基本上他的立场踩得比较中间，所以替代方案可能是中国跟意大利要签一份双边的经贸协议来替代一带一路。那英国就不用说，因为苏纳克政府是跟美国亦步亦趋，不管在任何的议题里面大概都是很强硬保守。所以现在很重要的是法国，我认为习近平挑选法国一定就是寻求一个突破口啊，因为这是这个正中下怀。因为我们知道马克宏总统他带个特性了，就是他希望比较能够展现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发挥他传统那种外交大国，所以他一方面的确有一点中国大陆口中所期待的战略自主的味道。那在今天，所以法国希望中国大陆的商机、经贸的合作，所以这方面是比较是一拍即合所以有共同点。所以即便是马克宏在习近平去之前特别讲到中国大陆不爱听的话，产能过剩。还有俄乌战争，对，你的发力不够，对，但是基本上在这个行程里面，我觉得它重要性还是很多，远胜过所谓的塞尔维亚跟匈牙利，因为塞尔维亚跟匈牙利的确是在欧洲里面最支持一带一路的国家。那这一点其实可以被北京来做一个杠杆，因为这几年中东欧有一股风潮是在反中的，里面的大国包括像是波兰跟捷克，所以用这样的方法能够做平衡，而且再加上经贸投资方面，其实这几年北京在匈牙利跟塞尔维亚用了很多的努力，所以整体来看是一大配两小，这里面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还是法国，那塞尔维亚跟匈牙利基本上是一个安全牌。应该是这样子来看，所以也不是木马屠城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就要看用什么角度去看。如果很紧张，那什么都是木马屠城，危言耸听啊。是，来请教彬哥。其实我也不见得觉得有什么木马屠城，他能怎么屠城？植入晶片。所以，而且欧盟本来就是他们大部分是共视觉的嘛，你也很难去达成什么东西啊。塞尔维亚现在他根本连加入都还没加入嘞，所以我觉得。再去讲这些东西，其实只是找借口不要让他加入而已。那对塞尔维亚来讲，当然中国大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可是呢，你看，虽然他讲的好像跟真的一样，哇，我15次邀请习主席还终于来了，好像他非常非常依赖中国大陆。可是他最近才发了一个新闻，他飞机跟法国买，对不对？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塞尔维亚也在用他的方式在走一条平衡路线，也就是在西方跟中国跟俄罗斯之间，我都不得罪，对，因为毕竟它是个小国嘛，就是能够尽量在这些大的势力之中取得一个平衡点，对他来讲是好事。所以我觉得大陆应该也不会幻想说577会向他一面倒，我也不认为是这样。但是577确实有需要中国大陆的地方，对，所以他们未来还是会有很多紧密的合作。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心里头也有数。那当然。塞尔维亚也好，匈牙利也好，这两个国家重要性是远远及不上法国。法国是欧洲大国。那这一次马克宏表面上在习近平来之前，好像话讲得很重，可是你看习近平来之后，他有一直在强调这些吗？根本就没有。所以我一直认为那就是一个场面话，就是故意讲给欧盟听的。那实际上他要做的根本不是这件事，他要做的还是要跟中国大陆进一步的合作，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
所以我觉得，当然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在跟中国大陆争霸，所以这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可是对其他的国家来讲，不需要啊。中国大陆为什么一定要做他的敌人？也没必要，甚至他们可以趁着中国大陆在跟美国争霸的机会，反而抬高自己国家的地位，让自己在世界上更有发言权。我觉得马克龙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那至于说他做不做得到，我觉得他正在向他目标前进。看起来法国至少现在在欧盟的地位，甚至凌驾于德国之上，我觉得这已经是马克龙的一个成功。是啊，马克龙都在走自己的路哦，像是普京，因为他又要就任了，第5次就任总统大典。欧洲国家看起来没有人要派人去，只有马克龙说我会派大使过去祝贺哦。那我们先来看看呢，包括这个加拿大发生什么事情哦？加拿大其实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最近也很差哦，过去这几年很差哦，跟着这个美国一起抗中嘛，尤其是孟晚舟事件发生之后。可是呢，有一个新闻来了，这是加拿大的将领4年来首次访问中国这个是中国大陆我们看到其实他们已经访问完了之后才有这样的新闻出来。他叫做托普西他是第1位访华的加拿大高级将领，在4年半以来中国大陆这个中国大陆跟加拿大发生孟晚舟事件，已经2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抓了之后，双方的关系其实已经降到冰点了。那过去我们看到军事交流也通通中断了，那现在又会接续过去中断的军事交流吗？可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加国的情报局还公布了一件事，他说中国现在呢还是在想方设法不断的要干预加拿大的选举这会损害加拿大的民主。而无独有偶，我们看到美国也要大选了嘛，所以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再一次说美国已经看到中国干预总统选举的证据都在说中国大陆干预国内选举，美国加拿大异口同声。可是有没有不知道中国外交部说我们没兴趣啦，你们想太多了我们没有兴趣干预你加拿大的内政。那对于美国的这个选举有没有干预呢？我相信这个中国大陆可能也会说没有那布林肯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据呢？他说有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公布给媒体知道。而加拿大他重返中东是不是也正在酝酿中呢？因为现在大家说加拿大也是美国的小弟嘛，那中东因为以色列跟加萨走廊的一些纠葛看起来跟这个以色列的关系闹很僵，那以色列背后又是美国，所以加拿大现在也跟着美国一起到中东去说相去做一些调和吗？或者是调节吗？我刚刚说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第5次就任所以他又要就职了他的就职大典那一天，我们看到西方国家都强调说我们不会派人去。那普京他说没关系我虽然不拒绝跟你西方国家展开对话，可是选择权在你们的手上。而另外呢，欧美这些国家抵制都不出席，唯独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法国说他会派人去祝贺法国会派大使去祝贺。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马克宏这一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2个人看起来也是谈话的气氛很不错那马克宏在招待习近平的时候已经讲了，他们说我们没有把跟俄罗斯开战我们并未跟俄罗斯开战，我们也无意见到莫斯科政权改变，我们不希望看到莫斯科的政权改变，感觉他选了一个很中间的路线。而中法双方会谈之后，其实他们有达成4份联合声明，包括了中东局势，包括了海洋合作，包括了人工智慧，包括了农业交流。可是有一些人很 surprise， 没有谈到俄乌战争我们知道，其实2个人见面之前，媒体不断的报道说马克宏会提到俄乌战争中国的责任，可是这一次都没有提到至少在会后声明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另外在加萨走廊这里我们看到包括以色列已经进入拉法的地面我们看到包括战车也开进去了。所以呢，联合国秘书长说我们没有办法容忍以色列攻拉法，最快礼拜5我们
联合国要表决巴勒斯坦入联哦，可是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次的表决，美国一票否决了哦，所以未来会怎么样哦？不知道哦。这个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瑞斯讲的，他说哦，可能会针对关于巴勒斯坦争取正式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而另外，我们看到当地的状况，其实我们所知甚少，这是有一些画面流出来。包括哈马斯说我们可以接受停火协议，可是以色列还是在空袭加萨，而且我刚刚说了，你派了战车进军拉法哦，联合国人道事务说这个很糟糕，很要命，因为你掐断了援助加萨的命脉。土耳其也很生气，他呵斥以军进攻拉法是一桩战争罪。可是大家都口头讲讲罢了，正在受苦的也是加萨的百姓。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现在状况如何，因为出来的画面、流出来的画面非常非常的少。我们看到以色列警告了，他说：“你们这些国家还继续骂我，或继续在那边讲543的哈，我会跟美国讲。”美国将会停止资助联合国，你联合国你去表决啊，我停止资助你哦，因为这个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他谴责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有资格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议草案，所以他呛瞎了，他说这是违反该组织的创始宪章，如果批准的话。预计美国将会根据美国法律完全停止为联合国及其机构提供资金，我要抽银根了哦！你们谁敢做这样的提议哦？所以以色列现在是怎样？他借着美国要情了，要威胁联合国了吗？来请教将军。这个问题啊，首先谈加拿大，加拿大有点自我碰锋啊。其实你在任何局势上你产生不了作用，你根本就是美国的尾巴嘛。那他要跟着一起来抗中，他就讲：“哎呀，干预我加拿大的选举。”我告诉你，加拿大我去过，温哥华、渥太华很多华人。那香港97的时候跑去很多。这侨社啊，他当然有活动嘛。侨社怎么会不跟大使馆联络呢？跟中国大使馆联络，那他就说你这个干预他大选。但是这些人的选票能干预到你加拿大吗？他毕竟是少数嘛。美国也讲这个话，也更滑稽。去美国的都是崇洋的那一批人去，他会帮着中国大陆来给你搞吗？加拿大不是养了有法轮功啊那些，那就是反中的啦，还会帮着中国来，捣你加拿大蛋，这没事。最关键的是什么？以色列现在是悍非常凶悍，连加拿大联合国都骂嘛。他其实说不缴费，那也跟着他的爸爸一样嘛。美国很多年不缴联合国大费，不交会费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联合国现在也这个权威性也就降低了，因为事到临头关在他自己的时候，根本就不甩你嘛。我早就在这个电视台讲了多少次，以色列纳坦雅胡是吃了铁锤里称了心了。你们在骂，只要我把巴勒斯坦的问题解决，我就是历史上有定位的领袖。但是老百姓会感激他，解决了恐怖主义的这个问题。现在你怎么骂他都要做，因为他已经骑虎难下。他要不打，他那些国防部长那些鹰派的内阁，你不打我们打，不善罢甘休。哎，根本不善罢。何况纳坦雅胡本来就是这个主张的嘛。所以我讲嘛，他的作为，在我们一个军事家来看，不是正常的军事作战。正常的军事作战是要消灭敌人的武力，是你应该是把加萨的这个地下组织，你要消灭它为对。他不是，他是针对对象是老百姓，赶尽。现在他做的事情都在赶尽，杀绝啊，他有时候还不好杀，躲在地道里面杀不了几个。赶尽是他唯一能做的，而做的最积极的。全世界怎么骂？你想哈，哪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去攻击记者的？记者团被干掉了70多个，哪有关闭半岛电台的？哪有去攻击联合国的救命粮食跟水的车子？而且不是误伤啊，干1步、2步、3步，就是让你饿，让你苦，让你没水喝，让你没东西吃，让你没有后援，这不就是赶尽吗？杀绝他已经没什么好杀的，
听说那个也只剩下四五百人了，而且哈马斯的头都在卡达，是啊，对不对？那你今天有本事，你到卡达去派你的莫萨德去暗杀嘛，是，对不对？那你今天的显然我说你的目标就是赶尽拉法所有的老百姓赶走，是没有错。所以很多美国的大学生在抗议，他说这是种族灭绝，就是这种觉得，因为美国的年轻人还是有点正义感。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看到加萨走廊的民众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他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来请教大中老师。对，第一个是这个联合国秘书长他说不排除要在这个联合国表决巴勒斯坦入联合国，取得正式会籍但我想他是承受很大的一些联合国内部的压力但是他是第二任，他不会有在下一任的这种要考量到那些公公婆婆。安理会无偿的意见这很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在安理会里面表决所谓的入联合国的新会员国，我觉得这就是个政治姿态，因为不会成功。怎么说？因为要成为联合国新的会员，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做安理会推荐，15个国家的基本票数要达到9票，而且不能有任何一个五常中美英法俄投反对票，一反对就是弃，一反对就是否决。所以这里面上一次美国已经祭出1票否决，但是当然还有2个国家是弃权，所以我们很清楚了，巴勒斯坦知道过不了的。那类似的戏码，过去这么多年来演过好几次，在2011年、2012年左右，当时巴勒斯坦就曾经做过一次，他要求他的好朋友们在安理会想办法能够投票，但当时美国跟以色列就封杀他，说你不要讨论，不会过的，而且就算过也不会有改变你任何的一个身份跟地位。所以最后我们才知道说，巴勒斯坦真正的目标是放在什么？观察员身份的提升。因为观察员就无涉于安理会投票，因为宪章没有规定，按照过去的惯例，要表决跟观察员相关的议题是大会就可以做决定。190几个会员国，在当时他要从他的身份要提升，从实体的观察员成为国家级的观察员。那一次的投票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联合国这国际大家庭里面对巴勒斯坦的基本看法，大概有将近140个国家吧，我记得是赞成的。是，那也有好几十个国家是弃权，大概反对的国家大概10个左右。所以这一次就算是表决要入联我觉得在安理会不会过的。巴勒斯坦充分知道这一点，但他可能就是要诱使美国必须得被迫祭出否决权，这也是给美国一个压力。另外一个，以色列现在讲到说，这个希望美国能够帮他，如果联合国再这样搞的话，不要支持联合国了。那这一点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但老实说，美国对联合国非常的重要，因为联合国的预算分3等份，经常性预算 PKO 维和行动跟 ICJ， 前面2份最大。美国向来都是20%代表说每5块钱联合国的运作有1块钱是美国去做资助的。那过去美国对联合国当然有时候是不冷不热，有时候喜欢，有时候讨厌，看总统。但基本上美国支不支持联合国的运作，以金钱来说，在商言商，对联合国是非常非常关键。是，所以这当然是考验美国一个整体的外交的一个拿捏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这好像停止。现在这些。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斌哥。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有一个国家是警告别人说，你如果对我怎么样，另外一个国家会对付你哦。我第一次要有这种说法，超奇怪。我觉得以色列已经完完全全把美国人当儿子，他现在跟全世界讲，你们不要惹我，惹我就叫我儿子弄你，不就这个意思吗？我叫我儿子不给你钱。对啊，就这样子啊。这美国人被人家这样藐视成这样，我真的也是觉得。美国也是救了奥苦耶，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以色列讲的是真的，美国真的会这样做，美国真的会帮他挡住，所以这个巴勒斯坦是不可能入联合国的，那是一定会被美国否决。可是你只要每多试一次，美国多否决一次，其实是美国在丢脸，美国在丧失他的信誉，他以后在全世界讲话声音就越来越没人听。美国要为以色列持续损失这种东西，我觉得
那就是美国自己的选择啊。只是以色列多做一次，拜登连任的机会要多渺茫一分，就看拜登自己怎么去看。那普丁老实讲啦，他不当选才是新闻，他当选根本就不是新闻。第5次了，对啊，第5次了，因为他总统总理已经换了好几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现象，这个应该没有人会觉得怎么样。他应该一点都不觉得惊喜吧？是啊，但是重点就是法国居然还派人参加，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指标，也就表示法国真的是决心想要，就是不跟美国走一条路，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法国这个国家贼在哪里？他前2天不是说要出兵乌克兰吗？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我们的帅化迷将军，大家好。淡江大学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现在国际间的联纵合盟，而在军事上面，您看到为何这样的标题出现哦？看到很多人都在或者很多国家其实都在做一些军演，而这个国家叫做印度。印度呢，它现在加入了所谓东协国家的联合军演，到底为哪桩呢？这个新闻的标题是说要抗衡中国，可是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哦，印度其实呢，要加入像是新加坡、越南、印尼、菲律宾等东协国家的联合军演，做军事交流，还有训练计划。那如果真的是要抗中的话，这些东协国家其实看起来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不差，所以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中国大陆把触角伸向印度洋，印度要做一个比较早的规范或者是一个防范吗？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台海跟南海的紧张局势升高，连德国现在都要来参与咖吗？过去我们比较少看到的德国现在决定派遣2艘军舰来到印太海域，而德国的国防部部长说，这几艘盟军的海军舰艇已经通过了台湾海峡，这显然是一个选项。可是我们还没有做出决定，也就是说，他还在考虑那为什么德国要参与印太事务呢？传出来说，德国的陆军明年也打算把军队送到日本来做联合演训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sign 这些都是一个趋势那到底是全部一起来防堵中国，来防堵俄罗斯吗？还是有什么样其他的打算？不过我们来看看中澳的关系，现在在军事上又擦枪走火了吗？这是发生在黄海这边我们先看到澳国的军机对不起，澳洲的军机最近呢，他说他要侦测北韩这里的军事行动所以他派了飞机在这附近，也就是在黄海的附近来侦搜来侦巡。结果呢这个中国大陆就不开心了，他就抗议了。他说，因为你飞过来的位置其实更靠近我们山东威海这一带所以呢两边就发生了冲突。澳洲的直升机据说差一点遭到歼10的照明弹击中这是中共的歼10的战斗机那要求说，你中国给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子很危险的动作。这是澳洲国防部部长他在讲的他说，虽然我们在这个事件中没有受到损害，也没有人受伤，可是我觉得你中国的战斗机的行为很不专业，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他也做出了回应，他说，其实事实的真相是你澳洲的军舰打着这个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旗号，可是你却蓄意飞靠近我们的领空来挑衅所以是你先危害我们中方的海空安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两边各说各话两边各说各话。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新闻，这是美军的 RC-135U
它是为哪桩？它是要探解放军的核潜基地吗？因为这架飞机它是从这个 Okinawa 出发，向西南飞行，经过我们巴士海峡，转到福建、广东沿海这一带，再往西南转，沿着广东海岸飞上海南岛。海南岛在这儿转了一圈之后，沿着海南岛的南侧飞行。这期间呢，还进到海南岛跟越南的交界水域，大概在这一块哦。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一面哦，应该是说它整个航程都在监控中。那这是为了台湾520做准备吗？我们看到像这样子战斗机的抵近侦察，那中国大陆当然他们会很忌惮。而另外我们看到现在呢，国防工业上面有稀土战。因为中国大陆我们知道它产了非常多的稀土磁铁，占全球的92%。那美国如果要重建国防供应链你必须要把这个全球的这个稀土磁铁这个东西把它给牢牢掌握。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就这样写了，他说美国的战争机器依赖许多很小的金属零件。像是稀土磁铁之类的所以呢，如果说像这样的原料掌握在中国手里，美国就会陷入苦战包括你在国防工业的供应链上面你必须这个把所有的关键零件都牢牢的把它放在手上那所以呢，现在呢，中国称霸这个整个市场，所以美国的盟友就说美国盟友挺企业在高风险的国家投资关键矿产，就是美国就说，我们把这个投资矿产给这个投资起来，关键的矿产给投资起来，这样子我们才能把工业链给重新建立起来。根据美国商务部2022年的调查，中国在稀土磁铁领域的主导地位可以让他们来决定价格，所以它价格定的相当低。你竞争对手打不过他，你就很难把这个掌控权拿在手上。来，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包括军事的接近，或者是空中看起来有点擦枪走火的状况。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战略就是摆在那边的一个事实了。那现在是看起来印度也想来参与它，因为印度一直以中国大陆为它的最大家乡敌，所以他们会做这样的结合不奇怪。但是问题是，印度本身又是一个怪咖，所以他到底能够跟美国合作多久？然后会什么事情都合作吗？我个人是非常怀疑的。在他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他当然是愿意跟美国合作。可是，一旦他觉得不需要的时候，他可能抽腿就走。印度常会做这样的决策，所以我是很怀疑印度能够长久跟美国合作，这一点我是非常怀疑。但是德国澳洲这些国家就不变，他们一定会跟着美国走，这是必然的。可是问题是，他走的力道会有多大？澳洲也许会很大，因为澳洲自认为他自己是副警长嘛，他会跟着美国一直走。虽然现在的总理相对比较没有那么仇中，但是问题是，他对澳洲自己来讲，他整个大战略还是会跟着美国走，所以澳洲出力会比较多。可是德国恐怕就不见得，德国大概就是象征性，因为德国离中国实在太远，所以他来大概就是1-2艘军舰来晃一下就回家了，就这样，不会有什么实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主要扮演角色大概还是澳洲。那可是澳洲进一步的跟中国大陆产生冲突，对他来讲真的符合他的战略吗？我也不认为。实际上，最近澳洲跟中国大陆之间关系和缓之后，中国大陆相对已经慢慢开始开放对澳洲的一些限制，所以澳洲是获利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这次是刻意的，就是你接近我，对不对？我就故意用这个来警告你一下，就是要你回去想清楚，你这样子一直跟我持续在这边对立是一件好事吗？还是我们应该要重新化敌为友，大家继续做生意呢？我觉得澳洲自己要去想清楚。那当然，这个双方一定是各执一词啊，每一个错误永远都在别人身上，没有人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这个东西也不会解决到底谁对谁错。而重点就是澳洲要不要持续做这样的一个战略而已。那当然，美国自己本身是绝对不会变，他这个 RC-135U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来了。他经常在那附近有很多的这样的相关的征收行动，不断的在进行。那他们一直在进行抵近侦察，也跟大陆发生好几次冲突。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之前一直急于想要重新建立军事对话的原因。因为如果没有军事对话的话，这种抵近冲突会变得非常危险。那现在双方恢复对话机制的话，这种行为，
大概就是彼此能够通知，大概相对来讲就不容易擦枪走火。可是美国也不会停下来。可是说到稀土这个东西，我必须讲，20年前美国就在讲，20年后他还是这样，都没有变。那他呼吁盟友要鼓励，那你也鼓励你的企业去做啊。那为什么你鼓励没有用？因为很简单嘛，后面已经揭开谜题了嘛。因为做这个东西划不来嘛，你竞争不过中国大陆嘛。所以美国政府除非你甘愿赔，我就算赔钱我也要做，我就是政府补贴硬去搞。这样有可能搞出来，你不这样做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搞得出来，因为市场就已经在那边了嘛。所以我觉得美国除非痛下决心，就是花大笔的资金，4.5亿根本不够，至少要花个400-500亿美金，你慢慢去扶持这些产业，然后就是完全不讲求盈利，只是就是让它有自己的生产能力，这样子你才有机会慢慢扭转情况，不然的话一点机会都没有。道德喊话都没有用了因为没有利润嘛。来请教帅将军。各位看这个，看起来这个现象都很矛盾嘛。一边这个跟中国大陆经济上勾勾搭搭，一边在军事上又在做一些挑衅。事实上这个问题很简单了，因为来参加的国家除了印度以外，都是美国有北约，或者是跟菲律宾、跟这些日本都签有这个协防条约的。这些国家居然是北约是控制他们这些国家的军事行动，请你来共襄盛举，不得不来啊！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呢，那为什么有勾勾搭搭呢？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是国家的一个主要目标，它能上市中国大陆的市场吗？它能上市中国大陆的这个共性的这些工业产品吗？不可能。所以你看，德国、法国一边跟中国大陆互通管取，一边又要参加军事行动，其实啊，这各有目的的。我们就讲德国、法国好了。德国、法国派个军舰来，凭良心讲，这来的几条军舰，它的实力啊，包含印度，所有这次参加演习的国家的海军实力都比不上中国大陆。不管是大驱啊、052啊、航母啊，都不是，就是打起仗来都不是对手，何况你远道而来。但是他们参加军事活动有什么好处呢？那中国大陆跟德国、跟法国谈商贸协定的时候，这又是个筹码，我可以去，我也可以不去，你知道吧？这也是无中生有的一个讨价还价的东西。那我们分析印度，印度也知道中国大陆迟早“一带一路”最后的目标就是在印度洋。印度洋就造成他觉得被包围，因为他凭良讲，他还构不成一个制造大国。所以他很早就想参与在印度洋里面。你美国不是有个印太司令部吗？他觉得是有一个靠山。其实我们讲军武实力来讲，这些国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跟日本。这两个国家如果采取重大的演习呢，那对中国大陆是真的有威胁。所以为什么讲，虽然只有一架 RC 侦察机，但是他的行为就很大胆了，沿着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一直到海南岛。我们知道海南岛跟西沙这边都是中国潜舰的基地，而且中国最近发布了076这种水下巨浪的这个战略核子飞弹的发射，让美国是坐立难安的，因为潜舰发散这个核子武器的攻击是很难防范的。所以当年美国第一对手是苏联的潜舰，所以早在30年前、40年前，海参崴是俄罗斯的这个潜舰基地，每出来一条潜舰，美国的 P3C 就要盯了它，沿路丢音标。接棒的是日本的 P3C， 再接棒的是台湾的 P3C， 所以他对这种他真正忌惮的武器啊，他是不遗余力的要做监控，所以这个的东西的军事行动的意义比较重大。是那个澳洲来一个侦察机，那叫凑热闹，因为澳洲讲它的陆军也好，空军也好，都没有构成中国大陆的威胁。是，就算美国给你那几条核能潜舰，那不是猴年马月的事情。因为你能不能提供你核子武器？没有核子武器，你那个核能潜舰也只能做水下攻击舰而已。所以这些问题哈，我们看出来，经济战场大国博弈是一个领域，
军事的博弈是一个领域，那军事领域呢，只是秀肌肉，而且这个肌肉又不很强大，只是做个态。我跟美国是站在一边，然后站这一边的换到我跟中国大陆打交道的筹码，大家把这个局这样看破就懂了。是，那很清楚。这就是最基本的态势。是，来请教大仲老师。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有点矛盾的哈。一方面经济上好像中澳啦或者中法还关系这么密切，而且高层又互访又高峰会，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军事上会有一些摩擦呢？那其实往里面再想一层，其实这也是很合理，其实并不是很罕见或是很意外哈。先从德国来说哈，因为德国就像刚才将军所提到，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因素或变数。因为目前的肖兹政府，他很明白他就不是梅克尔啊，因为梅克尔有比较大的主导性跟影响的力量，但是肖兹目前被他联合内阁里面另外2个政党绿党跟自由党受到很多的一个牵制，所以代表说他的中国政策不可能是100%这亲中亲到底，他一定是在光谱上站到一个大概可以的位置，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多做中国大陆的生意啊，比如说目前德国还是中国在整个欧洲里面最重大的市场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那这点跑不掉，那德国要赚这样的生意毫无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德国在某些程度上还是要配合欧洲。比如说，他去年所通过的这个中国战略文件里面，其实很呼应欧盟的3分法，就是中国是什么定位呢？既是我们可能的伙伴，也可能是我们在商场上的竞争对手，但是又是我们体制上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这是德国的定位。那至于这个德国的国防部长提到说，这个德国军舰通过台海是选项，不排除，这里面就很模棱两可。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2021年，当时德国海军有一艘巴伐利亚号巡防舰，也到印太地区来这个巡弋，也在这个地区里面通过南海跟日本啊、美国啦、澳洲的军舰举行联合军演，但他那一次并没有走台海，也被当时德国内部一些比较强硬保守的人士批评说，为什么大家都在自由航行就不走？所以这个是选项。那就算通过，我觉得还是政治象征意义比较大，因为这几年通过台海的国家比较多的是谁？第一名当然是美国，美国包括军舰跟这个海岸巡防队。那其次可能包括像是澳洲可能像是加拿大。那德国通常不是这里面的要角。那另外一方面，澳洲其实也很相像。我觉得澳洲这一次虽然是双方军机在黄海上有一些这个你来我往，但是大的方向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抓紧，就是从2022年5月之后，这个埃班尼斯上任之后，工党的领袖这个新的总理，其实中澳关系基本上是往稳的方向前进，就是比较在商言商。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大陆在这2年多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把过去澳洲这个莫里森执政时期所做的一些对澳洲的经济制裁，很多都很关键比如说龙虾啦、海鲜啦、红酒啦、木材啦，这些慢慢都解禁，这是澳洲所得到的大礼物，又包括双方领导人的互访和访问，这也很关键。所以这些虽然是小小的这个纷争但是大的局势上，我觉得中国跟澳洲的关系是走向比较回稳的状态。但是就算如此，我们也知道国际关系不是非黑即白，有很多的灰色地带所以不代表说完全能够排除在一些议题上的你来我往，或是一些针锋相对这个是我觉得是外交跟国际关系的本质。是。